受学生家长邀请参加生日宴，我在女主人的热情接待下，看见屋内摆满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。走近一看，我指着照片上那个最高的男人，这位是傅景泽的妈妈，掩嘴一笑：“我的老公啦，医学世家，昨天上的夜班，待会儿赶回来给儿子庆生。怎么看怎么像，照片里的男人明明就是昨晚嘴上喊着老婆，动作却一刻不停把我折腾到半夜的傅怀远。”我盯着照片里笑得灿烂的男人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别墅的女主人忙于招待其他客人，我来不及询问她老公的名字，一阵眩晕。说实话，我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昨天家访结束后，学生家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双眼盈满泪水。林老师你好，我是傅景泽的妈妈谢晴。小泽这孩子从会走路起就不爱说话，去医院检查嘛，一切正常。我还担心他上了小学会被排挤，幸好有林老师在。小泽现在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同我分享林老师上课讲了什么，整个人开朗精神不少。多谢林老师，我轻轻将手附在谢晴的手背上，回以微笑。傅景泽很乖，很聪明，要是我以后有孩子，也想像您家孩子这般机灵。在我想要把手抽回时，谢晴用期待的口吻邀请我明天到家里参加傅景泽的7岁生日宴。我摆手回绝。他看见我无名指上的戒指，很是热情：“林老师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，你明天把丈夫带上，就当交个朋友吗？”我婉拒：“不用了，感谢您的好意，我老公工作忙，不好请假。我和傅怀远结婚不到半年，光婚假就申请了3个月度蜜月，也是最近才回到工作岗位。”谢晴再三邀请：“林老师，你真的不能抽2-3个小时来我们家参加小泽的生日吗？你的出现必定能给小泽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做家长的，哪个不希望多给孩子创造些美好的童年回忆呢？好大的惊喜呀！”我还没从周遭的全家福缓过神来，茶几上已是3层高的生日蛋糕，蛋糕顶部还有3个小人公仔。傅景泽头戴生日帽站在沙发上，随着生日歌的节拍鼓掌。客厅围满了人，瞬间我被挤到后面。愣神之际，我在傅景泽脸上看到了傅怀远的影子。谢晴把我拉到前面，傅景泽激动地跳起来：“林老师，我们一起切蛋糕。”谢晴宠溺地笑了笑：“小泽，要不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切呀？有种不好的预感。”我想在谢晴老公回来之前离开，脑海闪过各种借口，均在期待见到傅怀远时全都咽进肚子，嘴巴张了又张，却说不出话，最后脸上挤出笑：“祝贺傅景泽生日快乐，爸爸。”我循声望去，心里害怕极了。我怕见到的是那个认识了5年，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个的男人，眼眶滚烫。我微微仰头，强装镇定。在玄关处换好居家拖鞋的男人身姿挺拔，迎面看向客厅，露出温和的笑。我的视线逐渐模糊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但轮廓却是如此熟悉。这一刻，我条件反射般躲在人群后面。谢晴上前接过男人手里的便当袋，恩爱地紧贴他的臂膀，一同往客厅走。“老公，大家都在等你一起给小泽切蛋糕呢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小泽的班主任也来了，我介绍你们认识，林老师。”我迅速抬手抹去眼角的泪水，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：“你好，我是小泽的班主任林清河，叫我林老师就好。”男人在见到我的那瞬间，眼神闪过一丝惊慌。谢晴热切地介绍起他身旁的人：“这是我的老公傅怀远。”“老公，愣着干嘛？快跟林老师握手呀！”傅怀远这才回过神，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我从来没见过的戒指。他不慌不忙地把左手伸进裤袋，朝我伸出右手，语气客套：“初次见面，林老师。”我死死盯着傅怀远的脸，回握：“初次见面，傅先生。”他的眉宇微蹙，似乎对这个称呼不满，手上感觉到痛。我用力抽回自己的手，不经意间瞥见他西装上的胸针，那是我省吃俭用送给他的第1份礼物。“爸爸，
快来和小泽一起切蛋糕。谢晴拉着傅怀远与我擦身而过，他落在我身上的眼神好陌生。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勇敢，不敢当面对质，但至少我能做到从现在开始抽身。转头看见客厅一角的竹编便当袋，那是我亲自网上学习，花费3个月时间编织而成，正面还特意写有我俩名字的缩写。种种被瞒骗的迹象摆在眼前，心凉透了。3、2、1，小泽生日快乐！众人齐欢呼，将我拉回现实，彩纸漫天飞舞。谢晴拉着我要一起合照，我摇摇头，主动提出给他们一家3口拍。看着镜头里那双与自己对视的眼睛，心脏像被一团千斤棉花捶打，又沉又疼。傅怀远端起一盘切好的草莓蛋糕，递到我面前：“林老师，吃点。”他是怎么做到如此淡定的？淡定到连我都在怀疑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胃部翻涌，我捂住口鼻，直奔卫生间呕吐。男人想追上来，被妻子拉住：“老公，怎么了？”傅怀远衬衣最上面的那颗纽扣崩掉了，露出星星点点的红痕，那是昨夜我们缠绵过的证据。谢晴扯开他的衣领，脸上略显担忧：“怀远，你脖子上的是什么？”他的语气冷淡：“过敏。”我去看看林老师怎么回事。恶心感迟迟无法散去。半年前，傅怀远执意要在国外办婚礼，理由是等不及要和我私定终身。他还说领证的事不急，回国再说。原来在认识我之前，他早就跟另一个女人结婚生子了。清河，你还好吗？门外传来傅怀远的声音，温柔的像平时在家。敲门声越来越重，我开门想离开，手腕被攥住，压得我手背青筋浮现。我可以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外面那个跟你长得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寿星不是你的种。傅怀远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戳穿他，脸上满是错愕。我甩开他的手，用尽毕生的力气说：“傅怀远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反正我们没有领证，不必商讨离婚事宜。我会尽快搬出那套房。”我一股脑地冲出别墅，跌坐在路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傅怀远追到门口，被谢晴拦下：“老公，你去哪？林老师身体不舒服，我去送送他。”宾客们都被夫妻俩的动静吸引，交头接耳起来。谢晴眼神闪躲，挽住傅怀远：“可是你还没陪小泽一起拆礼物，他在等你。”一声爸爸，傅怀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。手机弹出新消息：“对不起，清河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？”我没有回复，顺手拉黑他，坐上出租车。我订了1个月后飞往 M 国的机票。小时候，父母为了照看生意，我们全家移民去 M 国。5年前参加朋友婚礼，我是女方的伴娘，傅怀远是男方的大学同学。我接到新娘抛出的花球，傅怀远主动跟我搭话。他比我大5岁，我们格外投缘，共同爱好是旅行。在他猛烈攻势下，我沦陷了。那会儿我刚大学毕业，本打算继续深造。傅怀远的工作在国内，他说不想跟我异国恋，他还说畅想的未来生活是和我有一个温馨小家，生一个孩子，2个也行，正好可以作伴。少女时期的情窦初开，我就这么为了认识不到半年的傅怀远，抛下家人和理想。回家路上，我哭着哭着就笑了，笑自己愚蠢，被骗了5年。司机坐直腰背，透过车内后视镜小心翼翼看我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就是太开心了。”司机抹了把汗，加重踩油门的力道。我站在家门口，才发现门锁密码是傅景泽的生日。跟着傅怀远回国那时，他对我说，这个新房子的密码锁刚安装好，是用随便输的，以后再改。不得不佩服，傅怀远可真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！孩子2岁那年，与我在异国相遇，开口便说自己是单身狗，忙于工作，懒得谈恋爱。直到遇见我，整整5年。我不知道他口中的夜班和加班是否真实。世界上巧合的事情，有80%是天注定。5年前，我在国内找工作，
傅怀远看见合上我的笔记本电脑，贴心地说：“清河，我不忍心你出去工作这么劳累，你就安心在家给我做好吃的、洗衣服，享受好不好？”我体验了近4年几乎没有社交的居家生活，看不到人生的意义。我哭着跟傅怀远说：“我好像生病了，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。”男人这才计划带我出去旅游，顺便求婚举行婚礼。回国后，他给我推荐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，我开始投入新的生活。我不害怕谢晴发现，因为犯错的人从来都不是我。客厅摆满我们的合照，我一一拿剪刀将2人分开，将自己的照片收进口袋，只留傅怀远孤零零在相框。晚上，我给远在恩国的家人打去电话：“哥，下个月机场接我。小何，妈每天都要到你房间坐上1、2个小时，头发白了不少。知道你要回来，爸妈一定高兴得睡不着觉。”挂断电话，我蜷缩在床上，眼泪决堤。这5年最对不起家人，是我让他们失望了。我要找回迷失了方向的林清河，哭累了迷迷糊糊睡过去。深夜隐约感觉床的一侧陷下去，一阵淡淡的消毒洗衣液味将我包裹。睁眼对上傅怀远深情的眼眸，我极力推开他：“离我远点，清河。今天你看到的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我想要的是和你在这个家一起。够了，你个骗子！”眼泪不争气落下。傅怀远满眼心疼，要过来抱我。“对不起，清河，我没想到小泽的班主任会是你，我更没有想到谢晴竟然会邀请你来参加生日。你放心，我对谢晴没有爱情可言，我跟她不过是一场意外。她趁我喝醉的时候，是她拿着怀孕报告到医院逼迫我结婚。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转身朝卫生间跑去。傅怀远跟在身后：“清河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他试图想抓起我的手把脉，被我躲开。“不关你的事，给我滚！”傅怀远不相信我会离开，他觉得我是为了得到他在耍脾气。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还想我怎样？谢晴和小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跟谢晴离婚，我们一起领证，怎么样？从前我一直仰慕着傅怀远，觉得他为人正直、聪明。可是现在他的发言实在太没脑子了。那傅景泽呢？男人反复抿嘴唇，说不出话。我知道他不可能放弃傅景泽的抚养权。傅怀远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腹部一阵疼痛，我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他抬手要抱我，被一通电话打断。对面语气焦急：“老公，小泽发高烧怎么办？他一直在喊爸爸。”男人眉宇紧蹙：“等我，我接他去医院。”傅怀远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家里的肠胃药正好吃完，我因肚子的疼痛怎么也睡不着觉，强撑着身体打车来到医院检查，以为只是吃错东西，现实却跟我开了更大的玩笑。医生笑脸相迎：“恭喜，林清河女士，你怀孕了。”换做1天前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会开心到飞起，但现在我只想快点流掉。我紧紧攥住检查报告，指甲穿透纸张嵌进手心。“医生，帮我预约最快的流产手术。”医生轻叹一口气：“林小姐，你确定吗？要不先跟先生商量一下再做决定。”想到傅怀远正在医院另一头，全心全意照顾自己的儿子，我咬牙道：“不用，他死了。”医生看见一滴泪落在报告上，没敢多言，转头给我约了1小时后的手术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写好了辞职信，麻药迅速在体内弥漫开来。我是被争吵声吵醒的。病房门外，傅怀远揪着医生的衣领，眼睛布满红血丝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他做手术？你不知道我是孩子的爸爸吗？”医生拨开他的手：“傅医生，望你还是个消化内科的医生，自己的妻子怀孕了你都察觉不到吗？”傅怀远跪地，双手抱头痛哭。谢晴从儿科听到这边的动静：“老公，刚刚这位医生说的什么妻子怀孕啊？”周围的医生和护士都在谈论傅怀远的妻子究竟是哪一个。医生不想被牵扯，撒腿跑进病房：“林女士，外面那位。”
我不认识他。谢晴在周遭的议论声中知晓一切，冲进病房，瞪大双眼，指着我：“你个不要脸的，竟然敢勾引我老公！”谢晴怒气冲冲，抬手就想给我一记耳光，被傅怀远挡住。你敢打他试试？谢晴见自己的老公护着我，哭喊声音更大了。大家评评理啊！为人师表，插足学生家庭的小三，病房门口被人群堵住，纷纷指骂我。刚做完手术的我，眼泪控制不住落下，好累，好想快点离开。傅怀远将谢晴扇倒在地，别在这里丢人，有事回家说。女人捂着红肿的脸，在地上撒泼。傅怀远、林清河，这事儿我跟你们没完。门外传来傅景泽的哭声，谢晴抱着儿子走了。傅怀远紧紧攥着我的被子一角，清河，等我，我下班顺道接你回家疗养。我看向窗外，不需要了，我会退出你的生活。男人想到这5年，我心甘情愿为了他抛弃家人，忽然大笑起来。离了我，你还能待在 S 市第1小学。如果你乖乖地留在我身边，我能保证谢晴不会找你麻烦，想用事业和声望威胁我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不带怕的。傅怀远，你烂透了。他还想说点什么，被护士叫去了院长办公室。我趁机办理出院，拖着虚弱的身体打车直奔学校，将刚打印好的辞职信递到校长桌上。王校长，多谢您这几个月的栽培，我会交接好工作的。校长一开始还在挽留我，直到谢晴的出现，我没预料到谢晴直接带着傅景泽闯进校长办公室。傅景泽的脸红扑扑的，额头上还贴着退烧贴，他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比平时少了些活力。谢晴怒视着我，扬言：“怀远不在，看谁还会护着你这个婊子！”女人再次朝我抬起手，我吃力抓住她的手腕。傅太太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你要是敢打下来，我必定告上法庭。这时2个保安已经堵在门口，谢晴在我耳边放下狠话：“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”我没有理会，他拽着傅景泽离开学校，给自己请了2天假。我把傅怀远从黑名单拉出来，不管他发的上千条未读消息。傅怀远，请管好你家那位傅太太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对面立刻给我打来电话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接听。喂，清河，你终于把我放出来了，你一声不吭就出院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我不怪你打掉孩子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再来一个。你在哪？我现在去找你。我很想挂断，但该说的还是要说清楚。傅怀远，你以为超市做活动呢？我这可没有你想要的再来一个，永远都不会有。挂断电话，我想回家随意收拾些行李就搬走。傅怀远在你进门那刻，紧紧抱住你。清河，不要离开我，我已经签好离婚协议，只要谢晴签了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我无法挣脱男人宽大的臂膀，只好使上全身仅剩的力气，在他的手臂咬了一口。傅怀远捂着微微溢出血滴的手臂，快要哭了。要是以前，我会心疼他，现在我只觉得他是影帝。傅怀远，少给我在这装可怜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转而柔声哄道：“给我2天时间，一个人静静。这2天你去处理好家事，再来找我。”他坚信我会像以前那样，毫无底线的爱他，原谅他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。离开前还不忘在我额头上留下一个吻。清河，谢谢你，我不在的这2天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孩子的事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我把他送走，用消毒款湿巾反复擦拭被玷污过的每一寸皮肤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来不及术后休养，开始马不停蹄地清理掉我在这个家的生活痕迹。5年，放眼望去，要带走的东西1个行李箱就够了。我丢掉所有和傅怀远有关的一切，连同过去的自己，赶在当天晚上告别这间房子。出国前就暂时租住在学校附近的酒店吧。我躺在酒店的床上，删除上百个 G 的照片和旅游视频，睡前再次拉黑傅怀远。
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第二天早上，傅怀远提着我最爱吃的早餐回到我们的家，他在找不到我的房间里嚎啕大哭。签证和机票很快下来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只需要回学校交接好工作，整理好心情，迎接倒计时的工作日。刚踏进校门，就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注视，就是他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。我们学校竟然会有这种插足别人家庭的老师，可不是吗？真是倒大霉，跟他是同事。我在公告栏看见自己的名字，上面贴满了我的打码照片，大字报：1年级6班的班主任林某和勾引学生爸爸。有围观者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偷偷拍照发到网上，舆论很快炒上热搜。评论区无一不是对我的谩骂。接到平时与我较好的英语老师电话：“林老师，你在哪？有一个你班级的学生家长带着儿子跨过顶楼的栏杆，嚷嚷着要见你。”周围人群闹哄哄，朝一个方向走去。教学楼顶楼正站着2个人，谢晴拿着大喇叭，声线沙哑：“林清河，你给我出来！今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和小泽一起从这里跳下去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害死我们母子的罪魁祸首。情况紧急，我让身旁的同事给傅景泽的爸爸打电话。”我抬头朝上方挥手：“谢晴，你别冲动，等我上去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校长紧跟我身后来到顶楼，态度是360度转变：“林清河，今天这个事情给我解决好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”楼下甚至还有人开启直播，不少网友涌入吃瓜前线。见校长跟我一起上来，谢晴开始飙泪：“王校长，您评评理，贵校怎么会容许这种道德败坏、破坏别人家庭的老师？”王校长用力将我推向他：“这位家长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这种事，我已经把他给辞退了。您别激动，快下来，吓着孩子就不好了。”傅怀远从医院匆匆赶来，在我身边停下：“放心，清河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他拉着我的手大步向前：“谢晴，从一开始我对你根本就谈不上喜欢，小泽是意外，我这辈子只爱林清河，请你不要做任何伤害自己、伤害小泽、伤害我和清河的事。”啊，傅怀远这是什么操作？脑子有病吧？这压根就是在拱火呀！我挣脱开傅怀远的手：“谢晴，小泽生日那天我才知道你的丈夫是傅怀远，我也是被他骗了5年感情的受害者。他骗了你和我，同样会骗其他女生，为了他争得你死我活。不值当！”傅景泽从栏杆下钻过来，一路小跑到我面前：“你个坏女人，勾引我爸爸！我讨厌你！”他从口袋掏出小折叠刀，径直刺向我。傅怀远挡在我前面，小折叠刀落在他大腿的股动脉，鲜血如洪流一般浸湿傅怀远的裤子。傅怀远一手紧紧按住刀口，一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：“小泽乖，以后爸爸天天陪你，你不要欺负林老师好不好？”谢晴只顾着哭，被悄悄靠近的保安救下。由于谢晴的情绪不稳，她暂时被送进精神病院。救护车赶到时，傅怀远因失血性休克靠在一旁。王校长巴不得我赶紧收拾东西离开。“林老师，1年级6班我会找其他老师代任，去财务室结算好工资，你就可以走了。”算了算，其实我的教师生涯试用期还没过，也好，可以提前点见家人。离开学校后，我将机票改成这周6晚上。闹剧暂且平息，可是网上舆论持续发酵，比开始那会多了些同情我的。我并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，但总有个别营销号趁热度疯狂报道：井号炸裂，1年级的班主任竟是学生爸爸的情妇；井号毁3观，正妻闹到小三工作的学校；井号他是某私立小学的教师，称自己被已婚男人欺骗5年感情。底下不少评论，甚至还有人扒出我的个人信息，电话一个一个被我挂断拉黑。有曾经的学生家长埋伏在酒店大堂堵我，只为了骂我。在我拿起手机要报警时，他们就又散开，
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M 国时间凌晨2点，妈妈给我打了通电话，那头是止不住的抽泣。呵呵，受委屈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们？当年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执意要跟傅怀远回国，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。听见妈妈声音的那刻，我的眼泪又控制不住了。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要不我让你阿哥回国同你一起回来？不用了妈，我这边处理的差不多了。好，之后是一阵沉默。我知道爸妈在电话那头，把想要说的话一一咽进肚子。爸妈，我没事的，你们快休息吧，周六见，我爱你们。我哭了整整1夜。时间终于来到起飞前1天，我收拾好行李，晚上去了一趟医院。这几天每天都有从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傅怀远送医及时，保住了性命，因见不到我而拒绝吃喝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。护士迫不得已给我打电话，见到我又如何？我们再也回不去从前的生活。地球的另一端，有真心爱我的家人，有大好前程在等着我。我来是想在离开前断掉他的梦。推开病房的门，我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妇女正坐在床边削苹果，靠窗的沙发上，傅景泽正在睡觉。傅怀远瞪着空洞的眼睛，直直望住天花板，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。老妇人感觉到我的身影，抬眸温声问道：“你好，我是傅怀远的朋友。”傅怀远听见我的声音，干瘦的躯体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嘴皮干裂到翘边，原本低沉雄厚的声线，现在却像被掐着脖子的公鸭。清河，你终于舍得来看我了。老妇人手中的苹果滚落到我脚边，胸膛剧烈起伏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拆散我儿子家庭的贱人。他几步并一步走到我面前。我来不及解释，从前我让傅怀远带我去拜访一下他的家人，他总有不同的借口说下一次吧。说到底，是我见不得光。傅怀远他妈双手揪扯起我的头发，今天我要替晴晴打死你这个臭娘们！傅景则被吵醒，坐在沙发上哇哇大哭。沉静的单人病房瞬间传出锐利的叫骂。为了明天能顺利出国，我报警喊救命。傅怀远不顾手上挂着点滴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都喊不出声。他跌落在地上，抱住自己母亲的腿。妈，放手，不关他的事。医生护士气喘吁吁跑进来，在傅怀远母亲与我之间筑起一堵人墙。护士长呵斥：医院公共场合保持肃静，有事到室外说，这里是病人静心休养的地方，不是菜市场。警察赶来，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，表示不追究责任，他们在确保老妇人不会闹事后回去了。病房内只剩我和傅怀远，他扬起一抹淡笑，率先开口：“清河，腿上的伤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内疚，很心疼我。你看，你都瘦了。”他抬手想要牵我，我躲开。傅先生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自重。我以前是怎么了？竟然喜欢上这种男人，眼前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到窒息。傅怀远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不要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，多待1秒，生命就少1秒。林清河，5年，你就这么绝情，说放下就放下？这5年，我们不是一直都过得很幸福吗？为什么？我想傅怀远是知道答案的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的心情很好。傅景则牵着奶奶的手出现在我面前，小男孩低垂着头：“对不起，林老师，是我爸爸的错，害您丢了工作。我以后绝对不会做爸爸那样的人，您不要走好不好？”傅怀远的妈妈也有些不好意思。同为女人，换位思考一下，便能体会到这整件事。林小姐，刚刚很抱歉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没想到怀远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。我很感谢他们能够在这一刻与我说话，眼眶有些酸胀。傅景泽，你与许多同龄人不同，你心思细腻、沉稳聪明，希望你以后在做每一件事之前，先考虑身边的人，不要做令自己后悔的事。伯母，你们好好保重，我就先走了，再见。
今天过后，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。网络上有关于我的负面评论，一一被5年前结婚的朋友让自己的老公出面澄清给击退。键盘侠把枪头对准傅怀远，连同他工作的医院也被曝光，院长辞退了傅怀远。我坐上飞往安国的航班，飞翔于云层之上的感觉真好。起飞前，我收到了母校的回复，好期待回去学校深造。30岁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觉，醒来时，我靠着窗看见那片熟悉的土地逐渐清晰变大。凌晨5点，天蒙蒙亮，呵呵，这里，我哥和爸妈不知道在接机口等了多久，眼泪哗一下夺眶而出，我怎么擦都擦不净。一家4口在机场紧紧抱作一团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一向坚强，从来没见过他落泪的哥哥，正转头偷偷抹泪。家，熟悉的味道，大灵鸡毛犬还记得我的气味。他激动地站起来扑向我，家庭的温暖让我忘却傅怀远给我带来的伤害。回家的第2天，我便独自开车前往学校报到。我很快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，这里的每个小组成员都很热情。他们邀请我参加聚会，聚会上有个混血的学长主动同我搭讪，我客套回应，在他想要靠近时礼貌拒绝。现在的我还没准备好开启一段新的关系，充实忙碌的学习生活，除了吃饭睡觉便是泡在研究室。深夜偶尔会产生一种错觉，那5年好像是上辈子的事。过了大半年，有一个陌生的国内账号给我发来邮件：林清河，你好，我是谢晴。回想起当初对你做过的事，我深感抱歉。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。在精神科住了1个月，我想通很多事。出院后，我竟然在傅怀远的电脑上发现一个表格，他曾经同时跟好几个女生聊骚，以交流病情为由去患者家里，以考核评定约实习护士去酒店。我把这些证据一一拷贝下来，实名举报。国内没有一间医院肯录用他。我签了傅怀远放在家里的离婚协议，带着小泽回娘家生活。看完，我的内心很平静。好在谢晴能够走出来，我给她回了简短的信：谢晴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相反，我很感谢你。要不是你的出现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要被骗多久。谢谢你让我拥有自己的生活，愿你以后的生活安康，愿小泽可以健康长大。共勉，生活正在朝好的方向迈进。我顺利拿到硕士学位，留在学校当助教。傅怀远出院后，回到那个和林清河生活了5年的家，整个人颓靡不振，酗酒，胡子拉碴，时常在深夜哭吼着林清河的名字。渐渐的，他出现了幻觉，总是能在家里看到林清河的身影。下班回家，厨房里传出林清河喊自己名字。吃过晚饭后，与林清河在沙发上互相依偎着看电影。清河，老婆，我好想你，你在哪？他开始写日记，记录着曾经与林清河幸福甜蜜的点点滴滴，记录着林清河离开自己的天数。他会回来的。清河只是生气躲起来了。有一天，傅怀远酒醒后，脑海闪过一个念头：对了，清河在医院生了宝宝，我要去接他们。傅怀远跑到产科，抱走了一个早产男婴。好在被值班护士及时发现，男婴并无大碍，他被警察抓了起来。他的母亲下跪求情，最终傅怀远因精神问题不予起诉，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电疗。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傅怀远好像回到正常人的状态。他想起初次遇见林清河时的场景，作为伴娘的她好美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。傅怀远找到了林清河最近的生活动向，以死相逼，让母亲陪同飞往安国。我哥的死党顾寒雨最近老是来学校接我回家，他说顺路。顾寒雨每次见到我，耳根都是红红的。我笑他怎么不接女朋友，跑来接我。他说我在接未来女朋友，我当作玩笑。他不死心，情人节当天，我答应陪他吃饭。
顾寒雨高兴地原地起飞，朝天空冲上一拳。呀呼！下课后，我朝不远处的顾寒雨挥手。清河，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的那个人出现在眼前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男朋友在等我过情人节。傅怀远不敢相信，林清河离开自己竟然过得这么开心。他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把怀里那束红色玫瑰递过来，送你。情人节快乐，跟我一起回家好吗？让我来弥补过去3年我们错过的情人节。顾寒雨夺过那束玫瑰，丢到草丛里，把你护在身后。不好，这位先生，你认识我女朋友？你不知道她对花粉过敏。傅怀远变了，他焦急地原地踱步，啃咬手指，嘴里还在喃喃自语：不可能，清河以前很喜欢我送的每一束花。清河，你告诉他，你爱的人是我。我双手捧起顾寒雨的脸，在他唇上留下一个吻。走了，我肚子好饿。傅怀远跪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小孩，被自己的母亲拖走了。车上，顾寒雨的耳朵红得要滴血。他从后排座椅上拿出一盆仙人掌绿植，送给你，我的女朋友。再次看到傅怀远的名字，是在当地的新闻上，他跳海了，遗书被公开，我却没有看下去的兴致。我摸着8个月大的肚子，期待小生命降临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毕业2年后，我收到前男友发来的律师函，要求我归还他资助我的所有费用。他是江城的首富公子，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的现女友吃醋，要他证明心里已经完全没有我。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常年靠着透析和药物维持生命，可他还是这么做了。235020是他大学4年资助我的全部数额，其中的20块还是我雨天被人偷了钱。他借给我的车费，没想到他连这笔钱都算上了。我掏空了卡里所有钱，还给了他。可他不知道，那卡里的20万是我用来换肾续命的。程小姐，您确定要放弃这次的手术吗？电话那头，我的主治医生语气非常诧异，大概是想不通，我等了2年多才匹配上的肾源，居然说不要就要了。你可得想清楚了，你的病已经发展到晚期，再不换肾，恐怕没多长时间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出声应下，电话挂断。我低眉看向手中的律师函，上面清楚写着沈氏的名字。我谈了7年的男朋友，如今一纸诉讼将我告上法庭，要我归还恋爱期间所有花销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敲响了沈家别墅的大门。开门的是沈氏的现女友，一身奢华高定的连衣裙，妆容精致。哟，你还真来了。水盈盈神色里带着几分戏谑，然后扭头喊道：亲爱的，你快看看谁来了。再次看到沈氏，恍若隔世。他站在门边，指尖夹着烟，那张熟悉的面庞透着几分疏离感。他冷冷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钱带来了。我从包里拿出银行卡递了过去，被水盈盈一手夺过。他把弄着那张银行卡，目光挑衅地看向我。虽然20万还不够我去做个保养，但至少可以给我家的小狗换身新衣裳了。说罢，他换来一只雪纳瑞，虽然是只狗，但身上穿的却是国内顶尖的牌子货。沈氏伸手揽上水盈盈的腰肢，语气宠溺的道：贝贝只穿20万的衣服怎么够啊？我待会再给你转500万，给贝贝挑几件好的衣服穿。他口中的贝贝就是那只雪纳瑞。看着2人恩爱缱绻的模样，我攥紧掌心，而那只雪纳瑞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朝我龇牙嘶吼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。水盈盈见状，俯身摸了摸那狗的脑袋，笑眯眯地朝我笑道：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小狗从来没有见过穷人，应该是不习惯了。程小姐，你下次登门的时候记得换身像样子点的衣服，这样我家狗狗就不会咬你了。沈家的几个佣人闻言都捂着嘴偷笑，而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是一身洗到已经发白的衣服，上衣的口袋上还缝了个补丁。沈氏轻蔑地冷哼了一声，
弹了弹烟灰，看向我：“程家南，你从我妈那拿走那么多钱，别告诉我你都挥霍完了，还是说你故意穿成这样，是想博取我的同情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双手紧紧攥住衣角。钱我已经还给你了，从此我们两不相欠。我说完，只想尽快逃离这里，却被水盈盈叫住：“等等！”他朝我走来，从包里拿出一枚1元的硬币，丢在我脚边，挑着眉头轻蔑道：“谢谢你今天让我这么开心，这1块钱是打赏你的。”我看了眼地上那枚极具侮辱性的硬币，又看向门内的沈氏，他倚着门抽烟，眼底不屑地看着我：“谢谢水小姐的美意，这1块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”我说完，狼狈地离开了这里，回到不到40平米的出租屋内。房间很狭小，床的对面就是厕所，又是地下室，阴暗潮湿，密不透风，却能给我一种莫名的安全感。我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跟沈氏见面，却没想到再次见面是如此境地。我躺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贴得密密麻麻的照片，滚烫的泪珠顺着眼角滑落。这些照片整整102张，是我跟沈氏恋爱7年拍下的所有照片了。如今，她不再是那个穿着校服，大声喊着这辈子只爱程家南的沈氏了。他现在是富可敌国的首富公子，是沈氏集团下一任的接班人，更是水盈盈的未婚夫。我们天壤之别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些照片全部撕下来，放进尘封的盒子。可打开盒子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画，画中的女孩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笑容灿烂。这幅画是沈氏亲手画的，他说画上的女孩是我，总有一天他要为我穿上婚纱。心头一阵酸涩。我妈撒着那画，却在想，这样是不是也算嫁过他了？我自嘲一笑，将盒子关上，然后给公司的经理打去电话：“王总，我愿意去谈盛源那个项目。”上周，王经理突然将盛源公司的项目交给了我，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盛源公司的项目不是靠经验就能拿下的，其中的潜规则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可我现在只想活着，你想明白了就好。你看看你，模样生得好，能力也不差，有时候脑子也要变通变通。王经理在电话里说着，又给我发来一个地址，地点是一家歌厅，晚上过去，记得穿好看点。我嗯了一声，将电话挂断，打开歌厅包厢，没想到迎面看见沈氏跟他曾经的几个哥们。盛源公司的项目经理刘红笑眯眯地看向我：“你就是小程吧？”他一双浮肿狭小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，表情极其猥琐。他拍拍自己的大腿，笑眯眯道：“来，坐吧，项目的事我会跟你好好谈的。”一旁的沈氏一双眼睛冷到了极点，他掐断了手里的烟，讥讽道：“刘经理，现在怎么什么货色都瞧得上了？”闻言，刘红一脸懵地转头看向沈氏，摸着滚圆的光头说道：“我瞧着模样也不差呀。”沈氏嗤笑了一声，盯着我单薄的衣服。也是，现在的女人不管姿色如何，只要能放低底线，什么钱不能赚？我攥紧手指，看着包厢众人对我指指点点。我强装镇定地从包里拿出项目书，递到刘红面前：“刘经理，这是项目合作的文件，您可以看一下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刘红就伸手将我揽入他怀里，粗糙的手在我腿上摩挲，我心里一阵恶心。可沈氏的兄弟们却在起哄：“刘经理，还等什么呀？亲啊！”我死死拽住裙角，抬眼看向了沈氏。这一刻，我居然还在奢求他帮我，可他只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拿起面前的威士忌，直接浇在了我头上。我浑身湿透，忍不住打了个激灵。而他居高临下望着我，这样玩多没意思。他将桌上的果盘放到我面前，果盘里全是芒果。我的心突然被揪起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他。而沈氏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卡，随意丢在了地上。这张卡里有30万，吃完这些芒果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我怔怔地盯着地上的卡，嘴角不禁泛起苦笑。
我跟沈氏在一起7年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对芒果过敏？他挑了挑眉，目不转睛盯着我。我眼中蓄着泪，沉默良久后，我开口道：“如果我吃完这些芒果，这些钱应该就不用归还了吧？”这一刻，我的求生欲望达到了极限。我才26岁，真的不想死。沈氏蹙了蹙眉头，看我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。我伸手去抓果盘里的芒果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，哪怕吃到呕吐，全身起红疹，我也没有停下。沈氏的兄弟都是江城赫赫有名的公子哥，自然也知道我跟他的事。2年前，沈氏集团破产，沈氏被追债的逼到想自杀。那时候的我义无反顾离开了他，他疯了一样找我，也因此抑郁。如今沈家东山再起，这帮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我。他们吹口哨起哄，拿手机不断拍我。沈氏骂了句：“真是没出息。”他一把抓住我胳膊，露出我手腕上不起眼的是字。见状，他脸色微愣，状若自嘲地嗤笑了一声，嫌恶地甩开我的手。他捋起衬衫的袖口，看着我讥讽道：“程家南，为了钱，你还真是没有下限啊！行，只要你3分钟内把这些芒果都吃完，钱我肯定不要回来。”周围全是戏谑、不堪入耳的嘲讽声，我像个小丑一样看着这里一张张嘲讽的脸。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冲沈氏惨然笑道：“行，那我吃快点，把这些都吃完。”见我还要吃，沈氏终于忍无可忍，一把将桌子掀翻。我也因为他的动作摔倒在地，砸碎的玻璃碎渣刺破我的手腕，鲜血汩汩流出。而这时，包厢的大门也突然被人推开，闺蜜江眼满脸不敢置信地看向我。嘉南，她赶紧扶我起来，看见我浑身沾满了芒果汁，她气到浑身颤抖，愤怒地瞪向沈氏：“沈氏，你还是人吗？嘉南为了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居然逼他吃这么多芒果？你不知道他芒果过敏吗？你知不知道他尿毒症晚期，接触过敏源是会死的？你知道吗？”沈氏皱起眉头看向江眼，眼中闪过片刻迟疑，可很快他就冷冷地笑道：“行啊，程家南，现在说谎知道带上你闺蜜了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”江眼气得不轻，不过看我过敏严重，还是着急带着我离开。该说不说，我的命也是真的大，重度过敏加休克，还能被救回来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天花板。江眼见我醒了，露出欣喜之色：“嘉南，你终于醒了。”说着，他竟一下哭出声音：“你可吓死我了！”他红着眼眶，心疼地看着我：“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为了沈氏那种冷血的男人，你值得吗？”我怔怔地盯着天花板，值得吗？我也问我自己。我想起当年刚和沈氏认识的时候，是在高三填志愿的那年，他是班上的优等生，是首富公子，却和我做了3年同桌。午后的阳光打在我头发上，他趴在桌子上笑着看向我：“你这么高的分，还犹豫什么？我们一起上江大吧。”我望着他深邃好看的眼睛，却满脸愁容。我何尝不想跟他一起去上大学呢？可我妈死得早，我爸又娶了个老婆，是我后妈。后妈一直对我不好，尤其是生了弟弟之后，即使我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后妈也不止一次提醒我，高中念完就别念了。她说女孩子读书多没有用，不如早点出去给家里挣钱，供弟弟读书。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沈氏，原本也只想着诉说心事，没想过她真的会帮我。就在我把志愿书扔进垃圾桶后，沈氏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捡了回来，在我的志愿书上填上了江城大学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我很意外，后妈指着鼻子骂我，说我白眼狼，偷着想去上大学。她还想抢走我手里的录取书，想毁了我一辈子的前途。我拼命挣扎，不肯，他就用扁担往我身上打。程家南的学费我出了。沈氏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前，他皱着眉头，满脸认真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断绝和家里人的联系。是沈氏供我读完大学，大2那年，
他红着脸向我告白，在江大放了彻夜的烟花，我成了全校女生都羡慕的对象，更有不少女生下课后会偷偷来看我，想看一看能让高岭之花的沈氏爱进骨子里的女生究竟是怎样的。从前对于沈氏的爱，我是欣喜、惶恐的，她对我而言更像是恩赐。我流着眼泪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江眼叹息道：“沈氏恨你，是因为误会了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解释清楚呢？”他拿起手机，想给沈氏发消息，却被我阻止。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道：“没有意义了。从我决定离开沈氏的那刻起，我就应该永远不再见他。况且他也有了未婚妻，我又何必去打扰他们？”江眼急哭了。可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委屈呀？闻言，我只是苦笑一声，自己选的路，就算后悔，又能如何呢？而这时，江眼的手机响了。江眼接到电话后，脸色变了变，然后看向了我。这个沈氏也太过分了吧！我怔怔地看向他手机，是一张网络热帖的截图，是我吃芒果的视频。视频不是沈氏发的，但少不了他的意思。文案将我写成那种为了钱可以什么也不顾的人，底下的评论也都是骂我的。可我看着这些，似乎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主治医生手里拿着方案书走了进来了，只是眼神复杂地看向我。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我们开会讨论了下，目前只有2个方案。第一，药物维持治疗，不过生存期预计也不会超过1个月了。江眼皱眉道：“那另个方案呢？”另个方案就是保守治疗，可生存期会更短，应该只有2周左右。医生叹息道：“不过我建议还是回家保守治疗吧。药物维持病人很受罪，也延长不了多少时间，手术费也是笔大数目。”江眼咬着牙，极力在我面前忍住悲痛，可我好像也已经接受了。那就回家吧。我伸手拉起江眼的手，好久没有回老家看看了。你还记得老家山坡上那棵山楂树吗？山楂应该结果了，红彤彤的，真想吃。江眼早已泪流满面。江眼替我办了出院，我们一同回了老家。不过我们没有去我后妈的家，对我而言，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看着红得耀眼的山楂，我心情也好了很多。江眼用相机拍下我跟山楂树的合影，说以后他会好好保存。程家南，你个贱蹄子，还知道回来呀？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我转身，只看见我那刻薄的后妈正咬牙切齿地朝我走过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些邻居。好啊，你在外面想招法的圈钱，毕业2年了也没见你往家里寄1分钱，你的良心是让狗吃吗？后妈手叉着腰，指着我怒骂道。听到她说这话，即使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，还是反驳道：“这2年我赚的钱，一半都打到爸卡上了，3000块钱那叫钱吗？一个就寄3000回来，还不够你弟买件衣服的呢。就这3000块，还是我省吃俭用下来的，在他眼里却什么都不是。”我懒得跟他争辩，后妈却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拍着地，大哭着道：“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我也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他拉扯大了，就算不记我的恩情，养育他的苦劳总得记得吧？”江眼怒道：“你在这里耍什么无赖？装什么装？嘉南亲妈走得早，6岁那年你成了他后妈，可你对他怎样？自己心里是没有数是吗？他从小只能吃一家人的剩菜，小小年纪还要洗衣做饭。与其说你养了他10几年，倒不如说他从小给你当了10几年的保姆。你……”后妈气得一时说不上话来，胡说八道，说的好像我虐待他一样。一旁的弟弟伸手去扯后妈的衣服，表情有些难为情的道：“妈，你这样多丢人啊！以后能不能遇到一点事就往地上坐？姐姐不给我们钱，我们打电话给沈家不就好了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一提，打电话给沈家。后妈拼命给弟弟使眼色，弟弟连忙否认道：“我瞎说的。”我后妈跟弟弟原来这些年一直在找沈氏要钱，数额高达10万，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。
我爸坐在板凳上，只是叹气道：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还能怎么办吗？再说了，这沈家不是也没找我们还吗？”后妈靠在沙发上，一副理所应当的表情。要怪呀，就怪你没用，男人的心都抓不住。我早已气到双目通红，当初坚决不给学费，千方百计阻止我上大学的是他们，现在仗着沈家有钱，打着我的名义找沈氏要钱的也是他们，都是一家人。我找那个沈氏要这些钱，也不是花在别的地方了。你弟念书、交女朋友这些，不都要钱的呀？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我咬紧牙，手指紧紧攥住。听到我的话，后妈反倒不高兴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好歹我跟你爸也把你拉扯这么大了，怎么不算一家人啊？要我说呀，那个沈氏心里肯定还是有你的，不然怎么愿意给我们钱？不行你就找他服个软，我们一家人也能过上好日子啊！闻言，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满脸激动道：“沈家可是江城首富，要是能傍上沈家，我是不是就能买辆跑车了？别说跑车了，想买飞机都成。”后妈一脸期待，转头瞪向我：“听到没有？为了你弟的幸福，你赶紧打电话给沈氏道歉。就连平常一遇到事就躲到一边的我爸，也是开口劝我。你阿姨说的也没有错。”我简直被气笑了。想起当初我义无反顾跟家里人断绝关系，去江城上大学，还真是明智之举。哪怕我偶尔也会奢望亲情的关爱，但现在我是真的看透了，这一家子分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我本来想走，可身子一软，还是倒在了地上。嘉南，我看见我爸向我走近了2步，焦急地喊我名字。下一秒，眼前一片漆黑。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是在镇上医院的病床上。我爸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他眼睛肿肿的，像是刚哭过。傻孩子，你得了这么严重的病，怎么不告诉爸爸？闻言，我只能自嘲地冷笑。爸爸，自从我妈走后，我就再没有爸爸了。我爸眼神自责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垂下脑袋，闷声道：“我知道，这些年是爸对不起你。爸爸没有尽好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，是爸爸自私懦弱，没有保护好你。”我爸说着说着就开始扇自己耳光。我实在不想听他说这些，也不想看他这副模样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2天后，我接到了沈氏的电话，即使没有打备注，可这串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，还是让我呼吸一滞。我还是点了接听。电话里传来沈氏低沉的嗓音：“你在哪？”面对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，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又开口道：“程家南，你跟你家人还真是喂不饱。前阵子刚打了几万过去，现在又说你得了什么尿毒症，找我要50万。第7章，你们一家人拿我当什么了？”沈氏的声音带着些讥讽：“我爸打电话给你了？”我语气试探地问道：“平常都是你那个后妈给我打电话，估计是觉得一直同一个人会不太好。程家南，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”我直接说：“你不用理他，以后他们的号码你拉黑就行。所以不要钱了？”他问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低低地回了句：“嗯。”听到我的回答，对面仿佛是松了口气，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又是你在撒谎。”听着他的话，我没有反驳，只是咽下喉间的酸涩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沈氏。我挂断电话，数着我为数不多的日子。沈氏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个说谎精，天底下最大的说谎精。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就连下床走路都很费劲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整张脸都被氧气罩覆盖着。江岩守在我身旁。这2天我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江眼肉眼可见的也憔悴了不少。嘉南，他红着眼睛看我。我知道我已经没多少时间了，往事一幕幕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，我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，只听见江眼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嘉南，你再等等，沈氏他马上就过来了。”闻言，我笑了笑。眼前定格在一幅画面，像极了大学时沈氏为我画的那幅画。
画上的我穿上了期待已久的婚纱，嫁给了我最爱的那个人。沈氏，我等不到你了。第8章番外。沈氏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迦南他是真的病了。得知他病危的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心好像突然被人挖空了一样。恨了他这么多年，他怎么能说死就死？我不顾一切，疯了一样加速赶往医院，可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。我亲眼看到他尸体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做梦，太不真实了。看着他安静离去的面庞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。全世界都知道沈氏恨透了程家南，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有多爱他。江衍是她最好的闺蜜，我任由她崩溃的拍打发泄。嘉南的爸爸也行色匆匆赶了过来，当看到他女儿冰冷的尸体后，他失声痛哭。处理完嘉南的丧事，江衍将一个盒子递给了我，他说这是嘉南最珍贵的东西。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我们曾经的照片，还有我为他画的一幅画。当时我许诺要她做我的新娘，我强忍住心中的崩溃，直到看到盒子底部的那本日记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当初他离开我是为了救我。第9章程家南视角。死后的我一直飘荡在空中，我看见了死后被护士盖上白布的自己，也看到跪在我身旁哭到不能自已的沈氏。他哭着求我回来，看到他哭，我心还是会痛。我想伸手去摸他，却从他身体里穿了过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死了。沈氏，你知不知道嘉南他为了你付出多少？闺蜜江眼红着眼睛质问沈氏。我看着沈氏呆愣地站在原地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而门口突然跑进来一个中年男人，因为太过着急，还差点摔倒。嘉南，我爸手里拽着单子，满头大汗地跑进病房，却只看见被蒙上白布的我。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手里的单子也掉在了地上。我稍微使了使力气，飘到了那张单子旁边，认清了单子上的字：慎元捐赠同意书。我爸他是想……我满是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此刻他正崩溃大哭，愤恨捶打自己的胸口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，就连捐肾也晚了一步。爸，对不起你。爸没用。看见我爸这样，我释怀一笑，仿佛过去对他的种种不满也随着这一刻烟消云散了。我的亲爸，他其实也是爱我的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第10章沈氏亲自为我操办的丧事，说起来也挺难受的。生前我没有嫁给他，死后他把我的葬礼倒是弄得挺风光的，可惜并没有什么用。我一路跟着沈氏回了家，他家里没有他未婚妻水盈盈的任何痕迹。直到我看见桌上的合约协议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沈氏和程莹莹是合约夫妻，两人约定不束缚彼此，不对彼此动真感情。很显然，程莹莹违约了，她爱上了沈氏。我飘到沈氏的身旁，她正一页一页翻看着我的日记，每一页她都要仔细看好久，直到看见2年前我离开她的那一天，她像是再也控制不住一般，失声痛哭起来。那篇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我心里的想法。沈氏被追债人逼到情绪崩溃，重度抑郁。我去医院拿药的时候，沈氏的妈妈找到了我，她让我离开沈氏，说只要沈氏跟水家联姻，就可以解决公司负债的问题，沈氏也不用再过这样东躲西藏的日子了。我当时很矛盾，可我清楚，凭借我的能力，根本帮不到沈氏什么。看着他因为债务被逼到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的心真的好疼。可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沈氏。当时我想，哪怕日子苦点，总有出头之日，能陪着沈氏熬过这段最难过的时期也好啊。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，可我没想到，那一天我查出了尿毒症晚期，沈氏本身就肩负着巨额的债务，而我这病本身就是个无底洞，我不想拖累他，也没有勇气告诉他真相。那天晚上，等沈氏睡着后，我一声不吭地离开了，删掉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我知道沈氏到处在找我，甚至为了逼我出现割腕自杀，
我心真的很痛，可我不敢出现。就这样过了1年，我听说他跟水家的二小姐水莹莹在一起了。看着极其般配的2人合照，我心里说不上来高兴还是失落。我没有钱，只能连续打几份工，攒下了些钱，也租了间廉价的地下室。虽然阴暗潮湿，但好在有个安身的地方，黑洞洞的一片，好像也能给我带来安全感。后来，凭借着水家的帮扶，沈氏终于东山再起，并且势头比以前更猛。不得不说，沈氏在经商方面很有天分，也在商圈逐渐打下名气。他和水莹莹公开出席重要场合的海报也越来越多，都说2人极其般配。我虽然心里难受，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。我原以为沈氏会忘了我，回忆随着沈氏起身的动作被打断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将日记本重新放进了盒子里。我不知所以地跟在他身后。喂，沈氏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我在他耳边问道，可他半点也听不到，只是一直走着，直到走到一条湍急的小河旁，他闭上眼睛，流下一滴眼泪。迦南，这条路太黑了，你最怕黑了。别怕，我陪你一起走。说罢，他毫不犹豫投身进河流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